嗨，我是吴老板。这一集想拍很久了，我真心觉得现在的男生女生都该看清楚，某些你很常听到有毒的观念，正在毁掉我们一整个世代的两性关系哦。那到底是哪些有毒的观念正在撕裂两性，制造对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第一点，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你一定要驾驭女生、掌控女生、主导一切，你才是个男人啊。我觉得错，你为什么那么想要控制女生？你为什么那么想要女生听你的、配合你？一段健康的两性关系，其实应该是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不是让你充满个人的优越感，然后让你觉得你赢了这样子就好了耶。我真的觉得，就是恋爱不是在比输赢的一个关系，但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只要他把输赢的概念带到两性关系里面，那个感情都会谈得不太好。例如怎么样的话，我就输了啊。怎么样的话，那他就赢了啊！这种东西，我觉得无论男生对女生、女生对男生，都不是很健康的两性关系，因为你在比输赢为什么你们交往要比输赢啊？而且这些话有时候会是男方的女生朋友讲出来的，我有听过。跟他说这样子你就输了啊！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是不是男人啊？有些女生会这样跟自己的男生朋友。如果你这样，你就不是个男人，你就是要控制他啊，他要听你的啊！这种无论男对女、女对男都是不 OK 的，没有谁一定要听谁的。两性就是要互相商量，两个人都同意的东西再去做，互相确认彼此的意愿，懂得商量，懂得沟通，这个才叫健康的关系啊！为什么是谁听谁的，谁就赢了？这是关系吗？这是主仆关系吧？对不对？那是主仆关系，那不是恋爱关系啊！我是主人，你是仆人啊！宠物，主人跟宠物关系。我男朋友每天都会说，我什么都会听你的，我什么都会听你的。但是我没有叫他干嘛，他就很喜欢自己。那他一直表达这个是想要做什么？他说我很听话，真的是很好的男朋友，我真的很听你的话。他有自己的主见吗？真的没有真的。他是不是有矫枉过正？他误以为现在的女生很需要一个很听话的男友，他有点颠倒。对，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很喜欢那种被使唤的感觉。哦，要奴一点。对。如果是我会想要问说，你为什么一直想强调这个？你是觉得我很喜欢，还是你想表达什么？我没有问过我去问问看。对，因为他想表达这个一定有他的原因。因为他每次跟我讲这个，我都不知道回他什么。对啊，因为看起来这不是你的需求啊，可是他却不断，我是你的小仆人。可是你明明没有想要养一个仆人，我没有，对，可是他却一直想表达这个，那他一定有他的原因跟理由。我反而会想了解，你想干嘛？他有时候会跟我说，他觉得我太独立了，然后会让他觉得没有爱的感觉。但这不代表我想要一个仆人。对，我很经济独立，我很思想独立，不代表我要一个仆人。对，这是两件事哦，男生不要搞错了。然后，如果我很经济独立，很不依赖你，然后你就会觉得没有被爱的感觉。这也有一点点问题，没有安全感，因为你的爱是建立在我对你的依赖上。我独立，你就觉得我不爱你，这也是一个有毒的观念。哦，对，我也很希望男生把这个东西解开。例如，我不需要你来接送我，我可以自己叫车，我会自己开车，你就觉得我不爱你，你到底把爱跟什么挂钩了？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只是因为我会开车而已，我就不爱你。你到底怎么了？我还不能开车。所以你想要一个公主病的女生，你就觉得她很爱你，她没有爱你，她只是需要你的车。你懂我意思吗？她不一定比较爱你。你用什么在辨识一个女生对你的爱？是用她对你的依赖，这是有问题的。对，所以如果你对爱的理解是你没有我会死，那你对爱的理解有误，有很大的错误。这个我真的很希望男生解套，不然你们真的是女生一独立你就觉得她不爱你，那你就永远没办法跟独立的女生在一起，你就只能跟公主病的女生在一起，然后你再嫌她很公主病。对。你会很烦的，对。可是你又要从伺候他身上找到自己的价值，不然你就觉得你没价值。你不是在自助餐吗？你又要他依赖你，但你又要嫌弃他依赖你，那你在自助餐里你就不会快乐啊。很多男生就是这样，我真的真心希望你们解套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希望他独立，然后他真的独立的时候，你又觉得你不爱我，你是不是不爱我？因为你都不需要我，我没有不需要你啊，不然我干嘛跟你在一起？对啊。然后他就觉得，可是我对你没有价值啊，我又不需要去接送你，你也不需要我的钱，然后你还可以自己买房、自己开车，那你需要我什么？我需要你这个人啊。你为什么会一直觉得我要你的钱呢？你可不可以搞懂我跟你在一起是要你这个人呢？那你这个人没有价值吗？其实你看清自己哦。拜托男生把这个听进去，这个不是毒鸡汤，是真的对你好的东西。那你可能会说，可是很多女生就不是这样想的。对，很多女生也还没有清醒，所以她以为爱就是那些接送、付钱、买礼物什么什么，她以为这是爱啊，她觉得物质的付出才是爱啊，因为她不知道有什么还可以代表爱啊。那这也是一个还没有清醒的脑子嘛，或者是也许他真的也没有那么经济独立，他觉得能够对他好的人，如果可以先扶持他的经济，他会最有感。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你可以去找适合你的，
你不用期待所有的女生想的都要一样，因为每个男生想的也不一样，对吧？对，好，所以我觉得两性要互相尊重、互相扶持、互相付出，不要觉得谁要去占谁的便宜啦。我对男生女生一直都是一样的说法，我们绝对不自助餐。我要把频道拍片4年以来，我一直在重复这个观念，就是两性互相尊重、互相扶持的这个观念。刚刚那种就是我要主导一切的那种大男人主义，你可能会骗到一些很传统、很想要依靠男生的女生。可是这样的女生，我觉得未来只会越来越少，因为时代在进步啊，人的思想也会进步啊。那当你如果不愿进步，你想要跳过这些脑袋已经进步的女生，那你择偶几率其实是越来越低的，因为这样的女生会慢慢消失，越来越少，那你就会越来越不好择偶。所以我比较建议你不要跳过经济独立或思想已经独立的女生，因为你跳过的话，其实你是跳过更年轻、更聪明、经济能力也更好的优秀女生。那这样，如果你要跳过她们，好像对你没有比较好。所以我是建议男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就是不要再一直想着要驾驭女生、控制女生、主导一切。你要不要找一个跟你可以平起平坐的人，而不是想要好像要养一只宠物那种感觉？那建议可以看一下这集，男生都这样择偶吗？难怪无法脱单。可能可以打破你一些迷思哦。第二个常听到的有毒观念就是女生不要主观意识太强，太有能力的女生会让男生有压力。什么叫主观意识太强啊？可能就是女生有想法，然后又敢表达，就会被说，你主观意识太强。什么叫太有能力，让男生有压力？就是他工作能力好，收入高，社会地位高。可是这几个不好吗？社会地位高，赚的钱多，工作能力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如果放在男生身上是很好的吧？为什么放在女生身上好像变成一个缺点，会让男生有压力？那男生从小就一直被鼓励要变强啊，要赚钱啊，才有出息啊。可是女生做到一样的事情，却被说男生会很有压力，你这样会给男生太大的压力，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男女双标那谁不想变优秀啊？谁不想赚更多的钱啊？你能力好，我能力也好，大家不是比较可以互相扶持吗？为什么要阻止女生变好呢？那如果你说因为女生变好了，也不会跟我互相扶持，你还是会只花自己的钱，然后还要花我的钱，那你就可以跳开这样的女生嘛，你可以跳开这样不会跟你互相扶持的女生嘛。可是你不用去阻止女生想变好嘛，这2件事啊。我有个朋友，一个男生朋友，他收入年薪应该快200，然后他也是交了一个条件也很好的女朋友。那他的女朋友家境超级好，就是收很多很多房租的那种。然后可是男女他们彼此不介意，但是当女方提说要结婚的时候，男生就说，可是感觉你家人会介意，你们家人会嫌弃我。对啊，因为他家世背景不一般，即便我们2个收入差不多，没有不一定啊。你怎么知道？没有，他直接不要见他爸妈，因为真的背景差太多了。但是他们彼此当男女朋友是很 OK 的，谈到要结婚，这个其实是自己自卑因为你不确定的，你不确定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你的，未必。不一定身家背景那么好，他就一定也要门当户对。其实这个真的不一定，我没有觉得这是一定，你就是去见了才知道啊。除非你们没有想要进一步啦，就是我们男女朋友就好，我们没有要结婚，所以没有要见父母，那我当然就没差。可是如果是你们有想要结婚，然后你们已经想要见父母的情况下，你是因为觉得对方会嫌弃你而觉得不 OK， 好像是自己卡在这啊。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一直交往下去，没有要结婚，当然是没差。可是我会觉得这个就是男生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你都还没见，你怎么知道？你就是自己先给自己压力了，先自己觉得配不上对方了啦。那我老实讲如果你觉得你会配不上对方，那你就真的会配不上对方了。你听得懂吗？什么意思啊？因为你自卑啊。如果我是有钱的女生，我没有觉得你配不上我，你内心却觉得你配不上我，那你就是真的配不上我了，因为你的灵魂配不上我了。这样懂我意思吗？可是我都没有觉得你配不上我直到你觉得你配不上我的那一刻，你就是真的配不上我了。大家想一下这个东西，其实他们行为上也会透露出他们自卑，一定会，因为他一定会在某些部分开始有一点别的想法。那我觉得从这个时候怪里怪气开始，你就真的配不上我了。可是我本来都没有觉得你配不上我，所以我才会跟你在一起，不是吗？不然女生从小到大知道自己家这样，她不会去找条件更好的男生吗？那既然女生跟你在一起，就是她从来都没有嫌弃你，她觉得你很好，她才跟你在一起，那你却在自卑什么？对啊，如果她父母不喜欢你，也不代表这个女生不喜欢你也不代表她不会反抗父母跟你在一起你什么都没去经历，你就自己退缩，那你就真的从这一刻开始配不上她了。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太有能力的女生会让男生有压力。我看过网络上网友写的对这句话最好的反击是，那就是你自己不够有能力，才会没有办法跟有能力的女生相处。这个男生听得一定很刺耳，可是我真的真心希望你们听进去。然后他还写说，如果你动不动就会很有压力，你要不要先增强自己的抗压性？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但我也要替男生缓解一下，因为从小到大，男生被教育要比女生强，这个根深蒂固种植在你的脑里。一旦女生跟你差不多或比你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输了？我是不是很弱？他是不是会瞧不起我？会不会看不起我？这个是你根深蒂固被植入的东西的观念，所以你受不了你们是打平的时候，甚至受不了他有地方比你优秀。那我真心希望男生可以把这个程式移除掉，就是你们可以一起强，或各有所长，或有些东西他比你强，有些东西你比他强，这都是 OK 的。强强联手不好吗？一定要男强女弱？
那只要不男强女弱，你就很不舒服，那你就会永远只能跟比你弱很多的女生在一起。那这样对你真的好吗？真的有很强的女生看上你的时候，你会自己跑掉对你有比较好吗？对，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一支程式可以移除一下哈。那我不知道男生能不能听进去啦，还是听完又更不舒服了？欢迎留言告诉我，也可以看一下这2集我们探讨过收入部分的对比。男生赚多少很重要吗？女生赚比较多不行吗？男女到底谁该付钱？好，我们今天聊了2点而已，就已经聊不完了，片长有限，我们其他点要下集再讨论。但是今天讲的第1点是，男生一定要驾驭女生、掌控女生、主导一切是一个毒的观念，不知道你认同吗？然后第2点是，觉得女生不要主观意识太强、太有能力的女生会让男生有压力，这一点你认同吗？今天讲的这2点，欢迎大家发表你的意见哦，并且留言的时候告诉我们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吧。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